李妃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成何体统？如此喧哗，发生何事了？朝臣们和精灵王吵起来了。吵起来了！精灵王宣布学子理政，朝臣们不满，就与精灵王吵起来了。还有什么？快说！他们说黎妃要非祸主，支持彭城王代政。他们一定要找彭城王问个明白，现在正往承孝阁去呢。事情怎么会闹得这么大呀？妹妹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相信彭城王一定会给朝臣一个交代的。我相信殿下。哎呀，不行！朝臣闹事，这传出去，对康儿和黎妃的名声总归是不好的。我这就想办法过去说和说和。妾和妹妹一起去吧。好，清者自清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玷污了彭城王的名声。走吧。黎妃，黎妃，怎么样？妹妹，没事。你这伤得不轻啊，还是快让医官来给你看看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此事与妾有关，妾怎能不去呢？哎呀，事情紧急，黎妃不去也行。王妃，咱们走吧。快走。是。各位请留步。精灵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沈直，你何时听命于精灵王了？彭城王有令，精灵王暂待议事，下官奉命行事。你敢？中书令见谅，下官奉命行事。彭城王虽贵为监正，但我等同身为人臣，自有劝谏之责。难道沈将军是要包庇黎妃不成？沈直，黎妃魅惑彭城王，你们沈家这是要恃宠而骄啊！兵曹侍郎慎言，黎妃乃彭城王侧妃，你们口口声声说黎妃魅惑彭城王，可有证据？哼！你一个领军将军，居然敢在此出言不逊，冲撞各位朝臣！沈直，我看你真是狂悖无道，还不快给我闪开！左卫中军听令，今日给我守好承孝阁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领军将军，我等也是关心彭城王的安危，出于关心才来求见。沈将军一再阻拦，若不是为了袒护黎妃，就给我让开。今日我等定要见到彭城王。殿下，你快点醒来吧，精灵王快压不住了。参军，怎么办呢？沈将军拦不住，大臣们就要冲到殿内了呀！去把殿下的外衣拿过来。参军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如何假扮殿下呀？要是被发现了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呀！死就死吧，快去拿呀！哎，是。也不知道黎妃那边怎么样了。殿下，我该怎么办？参军，参军，你真要办上啊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能办一时是一时吧。求见彭城王。求见彭城王。成何体统？
这里是承修阁，彭城王府内院。各位都是朝堂重臣，能不能有点规矩，有点礼数？你们这样擅闯内院，成何体统啊？彭城王今日行事蹊跷，让我等不得不担心彭城王。若不是看在各位是朝堂公骨的份上，我何必在此苦心劝解？你们真是顽固不化！来人，统统带走！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慢着！参见太妃王妃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参军，瞒不住了，瞒不住了！怎么办，殿下？殿下，你快点醒醒啊！殿下，太妃来了！殿下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天诛丞相，金陵王急着找的就是这个。不知道彭城王发生了什么事。彭城王，一定是你用的刀。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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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拿个披风怎么这么久？太妃还等着让你送过去呢。啊，来了来了。你快点送过去，若是太妃受了风寒，看怎么罚你。好。轩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大家都在为彭城王着想，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你这么做会伤了和气，你岂不是让彭城王更加为难啊？诸位大臣，你们都是在为朝堂做事，彭城王怎么会不愿意见你们呢？可是这里毕竟是王府的内院，你们不顾礼法，贸然闯入，也实在是不妥，是不是啊？这样，如果呢你们执意要见彭城王，那不如让我亲自去请殿下。王妃，你看如何？一切听从母妃安排。母妃，叫三宝。太妃有请曹参军。太妃，彭城王为何不见朝臣啊？这个，你吞吞吐吐的是何意啊？曹参军，彭城王究竟如何？你从实说来。这个……好，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可就自作主张，亲自去看一看。王妃，你随我同去。母妃，太妃。
太妃不便入寝殿，还请留步啊。康儿也不在寝殿啊。三宝，今日殿下未去知见殿，又不在承修阁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下官，你快说啊！下官真的不知道啊。彭城王根本就不在承修阁。轩儿，你在隐瞒什么？这彭城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快说呀！你别让我担心了。靖灵王，如今太妃和王妃可都是见证，你欺上瞒下、讹言谎语，我定要参你个假传政令之罪。你快说呀！彭城王到！慢一点。你们想让靖灵王说什么呀？参见彭城王。母妃也在啊。康儿，儿子见过母妃。拜见太妃。本王得知，黎妃陪太妃在秀林院游玩的时候，伤了脚踝，前去探望。这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这诸位大臣怎么搞了这么大的阵仗？你们对本王还真是挂心，本王感激不尽呐。昨夜，本王确实在陆中护府中与他对饮，之后呢，也确实是身体有些不适。陆中护为什么不告诉大家？为什么不劝劝诸位大臣？何必把事情闹到这般田地呢？本王既让靖灵王宣令，他的话就是本王的命令。此时你们都应该在知见殿上议事，为何抗命不遵？你们对靖灵王大不敬，置本王的尊严于何地？诸位怕是忘了，你们身为肱骨之臣，胆敢随意地指责本王的内眷，说黎妃魅惑本王，你们究竟是在责怪黎妃，还是在责怪本王？简直荒唐之极！殿下息怒。事已至此，本王若不降罪，怕是难立监正之威。我等知罪。殿下，下官有错，下官思虑不周，只是诸位大臣担心殿下身体有恙，还望殿下体谅众臣苦心呐。中书令，你身为众臣之首，熟知政令规章。依你所见，抗命不遵、私闯内府、污蔑王妃，这三大罪状合并，依律当如何判处啊？殿下，他们也是情急之下一时冲动，情有可原，情有可原。靖灵王，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本王就念在你们也是为本王着想，罚你们半年俸禄，回去思过。谢殿下。都下去吧。我等告退。
康儿啊，今日大臣们闯入内府，母妃就是想把他们……母妃，内眷不得干政，不然让六弟跟我也为难啊。是，母妃处理的不妥。云芝，没事，害你担心了。先送母妃回去歇息吧，我改日再去看你。好，走吧。四哥，师兄，我找到了沉香。四哥他怎么样了？还差虎胆，我去找。李妃，沈将军快拦不住了，殿下再不行，咱们就瞒不住了。师兄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若让朝臣们知道殿下现在昏迷不醒，若再有奸佞小人加以利用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师兄，你一定还有其他办法，对不对？有，我可以用银针先封住血脉，只留去赤血，然后用银针汇聚血脉向上，这样可以逼出他身体内大部分的毒。但是，这样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我出去拖住他们，你们一定要把殿下救醒啊！四哥，对不住了，我们别无选择。师兄，施针。四哥，四哥，四哥，多亏了师兄，但这也只是暂缓毒性，并不是长久之计。四哥体内的毒尚未全解，可现在就差一个虎胆。这毒是我师父配的，他的手里定会有虎胆，只是现在要找到他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已经醒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四哥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找虎胆。麻烦黎妃好好照顾四哥。六弟先告退。好。疼吗？不疼。四哥，若时间可以重来，我宁愿我们从未相识。可是能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了。对不起，四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你，对不起，伤丫头，对不起，都过去了。四哥，你怎么了？喝点水。昨晚在三九堂，我听你和六弟的谈话，彭城民乱是吗？我只恨当时没有力量阻止这场民乱。当年高祖皇帝初平天下，士族门阀居功自傲，视法理于无物，强占山泽，
侵占良田，驱逐百姓，把他们沦为自己手里的部曲，百姓纷纷不满，这才爆发民乱。过去的事情我也改变不了，但如今皇兄与我削弱权臣，提拔寒门，布局新政，所有这一切，就是绝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。我要改变这一切，你能理解吗？当然，在我心中，你既是那个给我讲狼群故事的四个，也是要依法治天下的四个，还是那个心忧百姓、胸怀大志的四个。四哥只希望啊，今后你能陪在我身边，陪我一起一步步实现天下昌荣的理想。从此，你不再是我魂牵梦绕的侠女，而是与我相知相依的离歌。刚刚那些大臣怎么回事？还有彭城王和小姐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？你倒是跟我说说呀！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不是黎妃的贴身侍女吗？啊，你春天跟她在一起，出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啊？说的跟你知道似的。看你这样儿，你家小姐就算知道什么也不告诉你，说不定只会添乱，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喂，哎，你这……都怪我，我平常咋咋呼呼的，对小姐关心也不够。现在大家都为难她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真没用。你别哭啊！哎，是殿下受了点小伤，所以那些大臣们才不依不饶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些年殿下处理这些局面早已习以为常，有殿下在，你家小姐不会有事的。啊，所以你别哭了啊！你当真？当真。彭城王和三宝哥真好。那咱们继续守着吧，啊！参见太妃。今日之事，你处理的太冲动了。即便你想逼住彭城王，那也不能做出带领重臣逼迫轩儿的举动。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。今日是侄儿心急，这才疏忽了。但侄儿也是一心为了大计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成大计，就不可再为难轩儿。请姑母息怒，侄儿谨记。太妃，你让侄儿查的2味药有结果了。虎胆和沉香并用，性为大寒，药性极强，一般是用作驱除剧毒的药引呢。解毒？轩儿要解毒的药引作何用？难道是彭城王可能中毒了？春芳，把我的天竺沉香拿来。是。
姑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夜，玄儿来问我要天竺沉香，当时我心中有所警觉，便留了个心眼儿，谎称用完了。太妃，确实是少了。什么？我只是去了程秀阁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有人拿走了我的天竺沉香。若彭城王真的中毒了，侄儿就一定有办法让他露出破绽。殿下，方侍郎求见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出去一下。小心点。殿下，这是朝臣针对学子入室的奏书。殿下，本王今日确实身体抱恙，而未去知见殿，但新政之心绝无动摇。今日知见殿上，新政要略颁布的如何？今日下官第一次议事，看到士卒以群臣之力咄咄逼人，下官人微言轻，处处受到掣肘，恐怕新政之路必是艰难险阻。你怕了吗？下官不怕。殿下说过，新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我们现在所做的，就是为后世打下第一块基石。下官愿为殿下鞠躬尽瘁。本王誓要革除弊政。无论如何，士林堂编纂修文不变，新政实施推演不停，定土断修选官不变。天下民有所系，利无苟得。本王此生足愿。是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北魏军报，魏军秘密集结。魏军果然按捺不住了。黄河以北，北境险情。三宝，请沈廷章入府。是。怎么样？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的。丽妃，你要不先吃点东西吧？你都1天没吃了。我吃不下。师兄，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李哥，1天1夜了，你不吃也不喝，就算你再关心他的安危，你也要顾及到自己吧。你看看你，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，来吃些东西吧。我刚才去了承修阁，我看着他像没事人一样。不管是不是生命垂危，不管是否还有明天，他一心操持着新政。你知道吗，师兄？他并非我们之前所想的那样，他是一个为百姓考虑的人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，他绝对不能死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，还有其他办法。李哥，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，很多事情是听来的，若非亲眼所见，不能确信。
是非对错，应该自己去衡量。以后我们不能只听信师傅的话了。况且，师傅他现在也不是原来我们认识的师傅了。我这就去找他。多谢师兄。丽妃，你要不先吃点东西吧？小心，帮我一起找。好。爹，又要出征了。魏军秘密调兵黄河沿岸，战事一触即发。这朝局错综复杂，你妹妹又刚嫁入王府，儿子明白。你看到兵曹调令了吗？让我们绥远军紧急布防黄河沿线。又要打仗。哎，这次去啊，不知道又要多久。哎，这次回来，我回了趟老家，谁知家里的地大半被士族圈了去，说是什么税捐不够，用地来顶。哎，你们说说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啊，还道理？那将军呢？啊，出生入死20年，哪场战役不是身先士卒？竟也遭奸臣诬陷，落得下狱受刑，满身的伤。那帮贼子也下得去手？是啊，就那帮朝臣，哪能体会我们在边疆出生入死的苦？就是啊，谁说不是啊？保境安民的事，我等义不容辞，出生入死也不怕。对，是啊。可这帮奸佞，压榨百姓，勾结将军，真是气不过。够了，服从军令是我们的天职。将军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不要再说了。是。你早就知道。益州大捷，士气高昂，将士们心中难免有一丝浮躁。紧接着驻防一案，虽说我们沈家洗脱了冤情，但最终还是伤了将士们的心。他们虽嘴上不说，但心中却已有怨念。是我疏忽了，没有及时体察将士，安抚军心。倘若被有心人利用，20万绥远军的战功，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。到时候，我们沈家该如何自处？爹说的对，将士们心中怨念甚深，若是带着这股怨念回北京，恐怕会影响全军。他们是我们死去的兄弟，他们肩负着绥远军戍北境、保大宋、安万民的使命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但如今，他们的兄弟却忘记了这份使命，军心涣散，妄议朝堂。所谓治军不严，将之过也。我沈廷章作为绥远军将领，愿受惩罚。沈廷章领军无方，行军法，杖刑20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士们当然不会忘了保卫疆土的使命，可他们看到将军在朝廷里遭奸人陷害，将士们难免不平啊！将军又何苦要这样为难自己呢？可你们别忘了，绥远军是大宋的绥远，百姓的绥远。身为绥远军，不问其他，只问本心，那便是保境安民，明白吗？将军，李承勋愿与您同法。岳副将、郭副将，醒醒！
所有人归队！今日，在死去的兄弟面前，你们再告诉我一次，我们绥远军的使命是什么？戍北境，保大宋，保和平，保大宋！